大家好，我是许刚，就是非常荣幸今天这样一个分享机会，感谢大家。其实我们做的事情也是很简单的，这几年一直痴迷一个材质的研究，因为有形的物质对于我们来说它真实，我相信它本身是没有谎言的，但是很多材质人的参与，它可能会产生谎言。当然，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想分享这个主题有个问号，所以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它也是质疑的。对于材质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相信第一块打至实际产生的时候，实际文明就产生了，在某种意义上设计也就开始了，而打至石器它本身就是一个材质，所以我们历史学家会说，一部材质的应用史就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包括一些时代的一些定位，包括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所以材质作为一个物质来讲，是人类进步的一个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这10年来花了10年时间，其实就研究一种材质，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装置，我们用一种材质来表达我们的一个追求，就像信仰一样的坚定坚持，就10年如一日研究一种材料。其实这一种材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材料，也是一个古老很传统的材料，就是混凝土，俗称水泥。其实水泥在我们当今人类社会的物质消耗里面排名是第2，第1是水，包括我们建筑物、高速公路，包括很多的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它是离不开水泥的。但是在水泥本身这种材料的生产过程中，它实际上是对环境并不友好，包括一些排碳，但是我们人类又离不开它，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在这个材料上做了深入的研究跟探讨，所以我们用这个胶凝水泥这种胶凝材料作为一个母体，我们如何去消解现在当今社会的一些工业废渣、城市废弃物，包括甚至一些生活的废弃物，把它变成一个可持续材料的应用基础，并产生一种新的产品体验方式。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大量的材料学研究，做一些配方的研究，就是我们降低水泥本身的含量，我们加大一些人类废弃物的含量。我们现在的配方已经达到了80%的废弃物，只有20%的水泥，水泥的含量下降了，混凝土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些材料学科技、高分子材料的介入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我们的最新的日常的产品，我们一般的都是用热电厂发电的一些煤渣、粉煤灰，包括水泥、混凝土里面有沙，但沙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我们用废弃的陶瓷作为沙的替代品来做一些产品开发。我们利用了设计的一些手段，把产品把一种常态的一种很熟悉的材料材质变成一种陌生的感觉，是用设计的一些媒介的手段去创造一些工业设计，把它很多的产品日常化，把它产生一种新的审美，包括把那些废渣整个的把它尽量的去在这条路上更多的去消解。而我们的产品其实很多，我们有200多款产品，这个产品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多的应用跟销售。我觉得这条路其实是走得通的，因为在我们5年前推出这个产品上几乎是无人问津，但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所以人类社会对这些价值的东西它有新的认知。所以可持续设计它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表面的一个造型或者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深入当中，它是个系统的功能，很系统的一个项目。它包括一些材料学、工艺学，包括一些安全性，甚至经济性，包括社会责任，整个的一些组成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是利用这种材质的作为一个母体，我们更多的参与了一些社会实践的工作。包括我们8年前在广州珠江新城，珠江新城现在是很繁华的地方。8年前那个年代，大量的
城市拆迁、老建筑、城中村拆迁，我们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包括是了解这个城中村的一些社会关系，我们去捕捉，然后我们在地的利用这些废渣做了很多的产品的研究跟开发。其实我们就是在地的那些废渣，其实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是想这个城市它有没有记忆，我们能不能通过物质的手法把这些一些记忆把它留存下来，做了很多的一些尝试。所以这个项目在8年前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德国绿色产品奖，已经做得很早的了。包括在广州黄边旁边有个时代美术馆，对面那里是一片90年代的厂房。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中国现在的财富富饶，跟改革开放的前沿制造业的中心从那时候开始的。其实那片土地上，它承载了一些国家的战略跟梦想。但是现在城市的更新、城市的变化，它已经规划是变成设计之都。但那块厂房的那块土地上，它面临的拆迁，它肯定有很多故事，包括一些情感、快乐，甚至悲凉。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现场的调研，包括人文的，包括当地的，在这里做一些采访。然后呢，又进入一个材质的研究。然后我们用一些装置艺术的手法去表达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快速流转的土地变化过程中，它对环境包括人文社会它有没有破坏。我们通过装置的手法做出我们的一些反思，包括在地做的一些装置艺术的承载，其实它是一种对社会当下的一种反思。我们会去做这些东西，去研究，通过材质的表达。包括在广东潮州一个最传统的古城，其实那个地方它对世界提供了70%的日用陶瓷，就是茶杯那些碗碟，很便宜的，很日常的，所以它为这个世界提供了物质的基础，但它留下的是堆积如山的碎片残渣，不可降解。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通过一些日用产品，包括建材，包括户外的家具，做了深度的把它消解，也一般的用量也达到了80%，已经在社会的日常的去应用了，包括家庭室内，它既有美学的价值，又有对这个社会的一些材质材料的更进一步的研究去结合。包括佛山更多的大家知道是个建筑的陶瓷，就是那些瓷砖那些，它那个边角料也是堆积于山的，它用不上，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材质的母体去做它的深化，然后做出产品的开发，包括找到它的那种肌理的美。这种工业残渣其实它是人类生产过程中它有它的符号化，反而你这样做了，它会产生更美的一种肌理，它能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个载体。工程塑料我就不用多说了，工程塑料大家更知道，现在塑料垃圾对这个社会的危害，对吧？现在国家战略就是有代塑这些产品。我们在珠三角调研了很多的那个塑料回收的这些产业链，做了很多的源头的一些溯源的考察，包括安全性、回收，包括它的从业者这些方面。然后我们也通过这种材料的母体做一些更美的、更安全的产品的一些开发与研究，包括产品化、线材化，包括户外的一些产品的家具的实用化，包括一些室内产品的一些开发。所以我们通过一个材质开始做产品，用设计的思维，然后进入材料学，进入工艺学，然后再进入一个社会现场。做了很多的一些社会实践。其实我们在这个材料母体上做的不止这么多，我们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包括海鲜贝壳垃圾我们怎么消解，我们也开发了很多，包括城市的废弃土壤的处理，包括一些矿山的尾矿的残渣怎么样产品化，把它当代化、当代转化。所以呢，在我们这个10年来一直坚持一个材质的基础上，
我作为一个设计从业者，我认为有一些意识觉醒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心目中，我觉得首先是个设计意识觉醒。其实设计意识觉醒很简单，就是从表达上与众不同。有时候仅仅的与众不同，可能它比较肤浅，但是呢，我觉得它肯定是有创造力的欲望，它可能是创新的起点，但这远远不够。所以我觉得更进一步的、更重要的是人文意识觉醒，包括对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未来。所以呢，我们近2年也在别的领域做了一些开发，包括我现在介绍一个种子计划的项目。其实种子在我们的心目中，它也是材质，它可能更多的赋予一种精神属性的一个材质。所以我们在贵州黔东南一个侗族的村寨，我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那里糯米，它香河糯，它自古食糯，香河糯原来有100多种，现在只有10多种了，很多老品种失传了或者流失了。这个村寨就是黄岗村，它的侗族的生活，它的文化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就是很饱满、很丰富，它的自然。所以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就想恢复那些种子。我当时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以为我是骗子，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交流、喝酒，然后他们真的会同意。我做了3年，我已经恢复了60个新品种了，因为它品种有些流失了。特别我恢复了它当地最珍贵的一个品种，叫狗羊当。我们今年是第3年，那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材质、一种材料的深入研究，去开发它。包括收割，其实我们在农村里做一些很多的实践，在我们心目中是自己收益，是对自己内心的追寻、探寻，包括对自己生命的理解，去做这些工作。包括我们对种出来的米做深度的研究，包括我们重新设计包装，包括这个米，我们通过新的技术、冻干技术，让它成为冻干粉。我们在年轻的层面上去开发更多的产品，然后我们把它用于3D 打印，食品的3D 打印，去做出一些吃的饼干呐，甚至用当代的科技、现代的数字技术，去跟这种传统的农耕文明的这些东西做一些接驳。包括我们打印的月饼，这世界上第一个月饼就是我们打的。前年时候我们月饼第一批出来，3D 打印月饼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我觉得传统的东西，它应该跟当下最先进的东西，它应该是有个结合的，去做这些的开发。所以我今天分享这些东西，因为当下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设计是个热点，成为一个时髦的一个东西，包括它上升成一个国家战略、一个全球战略。而这恰恰如果反思的话，这恰恰说明我们人类出了问题，我们的环境出了问题。所以它非常紧迫，而我们一直坚守一个材质，因为一个材质它是个物质，它肯定是一个社会的载体，它肯定每一个阶段当时的社会一个时代的表征，所以它都是通过有形的东西去承载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干这个事，抱着材质一直做更多的深入的利用一些设计的手段，利用一些工业制造的手段，甚至利用现在一些科技的技术的手段，我们去探讨这些有没有新的创造的可能。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本土即世界，创造无藩篱。谢谢大家。